一位受人喜爱的年轻教师消失在他工作的学校中，警方审查学校监控，还原了一起令人发指的学校谋杀案。故事的主人公名叫科林·里策，他于1989年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劳伦斯。她是家中的长女，家里还有2个弟弟，和她关系十分亲密。作为一个孩子，科林外向活泼，总是积极地看待生活。从学前班开始，科林就一直想成为一名教师。随着他慢慢长大，科林逐渐发现自己在数学方面比较突出。他决定长大以后教授这门学科，成为一名数学老师。后来科林和他的家人搬到了马萨诸塞州的丹佛斯，这是位于波士顿市郊的一个小镇。丹佛斯的前身是塞勒姆，是美国殖民时代最早的定居点之一。这里曾经发生过臭名昭著的塞勒姆女巫审判案，审判中有200多人被指控涉嫌使用巫术致使他人被恶魔缠身，19名女巫被处以绞刑。据统计，共有25人死于这场审判。科林在22岁大学毕业后，被聘为丹佛斯高中的数学教师，实现了成为一名教师的终身梦想。在接下来的2年里，他证明了自己是一名出色的教师，并且受到学生的喜爱。科林让数学变得有趣，并找到了让人容易理解的方法。他与学生建立了友谊，还会在社交平台上和他们保持联系，发布一些有用的资料链接。他热爱自己的工作，期待着未来几十年的教学。然而不幸的是，这一切将在2013年的秋天戛然而止。时间来到2013年10月22日，距离万圣节还有1周的时间。丹佛斯高中被装饰一新，每个人都在为即将到来的万圣节做准备。科林早上7点到达学校，提着手提包和午餐袋。当天他穿着一件紫色衬衣和黑色裤子，与他的同事莎拉在走廊聊了几句。科林像往常一样教授他的课程。随着一天的结束，学生和老师向他告别，大家并不知道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看到活着的科林。当天晚上7点左右，警方接到一名叫戴安娜女士带来的紧急电话。她报告儿子还没有回家，并且不接电话也不回短信，这与她的性格完全不符。她预感发生了可怕的事情。她的儿子菲利普是丹佛斯高中的一名14岁新生，在经历了父母离婚后，他和母亲从田纳西州搬到了丹佛斯。他刚刚入学丹佛斯高中，并加入了足球队，在学校和教堂也结识一些朋友，但他通常沉默寡言，大部分时间都一个人待着。警方向丹佛斯及周边城镇的巡警发出了警报，要求他们留意这名失踪的少年。晚上9点左右，学校向教职员工发送了一封群邮件，询问是否有人见过菲利普或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。莎拉回复了关于菲利普失踪的邮件。他说在放学后自己曾去过科林的教室，看到菲利普在教室里，而其他学生已经离开了。几小时后，警方再次接到另一位家长的报警电话。电话是科林的父母打来的。当天晚上11点20分，他们打电话给警方，表示女儿通常会在下午3点30分回家，但从她早上离开家后就没有了任何消息。当他们驱车来到学校时，发现她的汽车停在车位上，但女儿却不见踪影。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，他们联系了科林的朋友和同事，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。最终他们决定报警。加上菲利普现在已经有2名失踪人员，他们最后被看到都是在丹佛斯高中，而学校早就已经关闭。在警方展开搜查之前，科林焦急的父母无法等待，他们和一群朋友外出寻找。虽然他们没有找到科林，但在学校附近的地面上发现了一个空的手提包。科林的父母确认这正是女儿的东西。与此同时，警方通过对菲利普的手机定位追踪到附近的一个电影院。当警察赶到时，他似乎已经走了。午夜过后，巡警发现有人在一条空荡荡的街道上走着，肩上还背着一个背包。警察对他进行了盘问，当得知他是失踪少年菲利普时，警察松了一口气。警方对他例行检查，要求他将背包拿出来进行查看。一名警官打开了背包，发现里面有钥匙、钱包、一些衣物等。但接下来他们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。在背包的底部有一把猎刀、一只手电筒和一个装着很多东西的袋子，袋子里有一串钥匙、一条女性内裤，还有一个钱包。当警官打开钱包时，发现里面有科林的身份证、信用卡和一把沾满血迹的割香刀。警察问菲利普这是谁的血，菲利普回答是女孩的。当被问及女孩在哪时，菲利普回答在树林里埋着。警官感到震惊，
但仍然保持冷静，并问他是否可以帮助他们找到这个女孩。菲利普回答不行。警官开始仔细检查其他东西，发现他包里的衣物沾满了血迹。菲利普立即被逮捕，并被送往丹佛斯警察局。警方加大了对柯林的搜寻力度，他们调派了警察和警犬，一直搜寻到凌晨3点，可仍然一无所获。早上10点，侦探到达丹佛斯高中，并获得了学校的监控系统访问权限。但他们回顾录像时，目睹了一起发生在学校的谋杀案。放学后，学生陆续离开学校，柯林也走出了教室。他在走廊里遇到了同事莎拉，并与她简短交谈。柯林离开后，菲利普想跟上去，他观察周围，返回教室，拉上帽子后又走了出来。随后柯林走进洗手间，菲利普跟在他的身后，并在进入洗手间之前拿出口袋里的手套戴上，然后跟进了洗手间。11分钟后，一名女学生走进洗手间，然后迅速转身离开。这名学生后来证实，他走进去时看到有人趴在水槽上，下半身没有穿裤子，脚边堆放着一堆衣服。他离开是不想打扰这个人，以为他正在更衣。他离开后几秒钟，菲利普就走了出来，他手里拿着衣服，后被证实是柯林的裤子和内衣。他路过监控的时候，下意识地拉了下帽子，想遮住脸，可以看到他的右手上沾满了血迹。他离开了大楼，2分钟后又跑了回来，手里没有了柯林的衣物，而且他的外套也不见了。他回到了教室，拿起了背包和另一件外套，他将背包藏在了某处，然后戴着滑雪面罩再次返回。当他准备再次进入卫生间时，他碰到了朋友拉姆齐。拉姆齐试图与他交谈，菲利普迅速摘下面罩，转身把朋友从卫生间附近离开。两人原计划在足球场见面，但菲利普没有出现。拉姆齐找到他，问他为什么没去。菲利普告诉拉姆齐自己在找东西，他让拉姆齐回足球场等他。拉姆齐回到了足球场，但他并没有等到菲利普。后来这位同学作证说，当时菲利普看上去很紧张，并且满头大汗。过了一会儿，菲利普拖着一个垃圾箱再次回到走廊，他拖着垃圾箱走进了卫生间。5分钟后，他又戴着面罩，拖着垃圾箱从卫生间出来。这时垃圾箱看起来重了很多，他把箱子推进电梯，将其带到1楼，然后从学校里推着出去。路上还碰到了一个男人和他的狗。另一名学生后来作证说，他看到菲利普试图把沉重的箱子推上一个陡峭的岩石斜坡，但他没有成功，又把箱子重新拉回来，找到另一条进入树林的路，在那里待了25分钟。菲利普再次回到摄像头前，没有箱子，也没有鞋子，但他的裤子上有大片的血迹。他走到自己的储物柜前，拿起一些衣物，进入另一个洗手间。2分钟后，换上了全新的衣服。之后，他再次离开学校，回到树林里，在接下来的12分钟里去处理他血淋淋的牛仔裤，但目前也无法证实那期间他具体做了些什么。菲利普再次回到学校，在走廊漫游了几分钟，在享用了一份小吃后，最终离开了学校。他径直前往电影院，准备看4点40分那场电影。他使用柯林的信用卡购买了电影票，之后他去了快餐店，使用柯林的信用卡吃了晚餐。审查完这段录像后，侦探们意识到柯林可能已经死亡，而且他的尸体应该就在学校附近。当警察在学校后面的树林里搜查时，发现了泥土中的一个红色指甲，柯林的尸体就在旁边被发现。那一幕简直就像是恐怖的电影情节，他的尸体被摆成一个怪异的姿势，脖子周围有一个很大的微型伤口，他身上只穿着一件被拉起来的衬衣和被拉下的内衣，双腿分开，体内还插着一根树枝，旁边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我讨厌你们所有人。附近发现了一个垃圾箱，里面有沾满血迹的白色手套和牛仔裤。柯林的尸体被送去尸检，结果揭示了更加可怕的细节，他的死因为窒息和颈部多处切割同时导致。他在被勒死的同时还受到了喉咙的切割，他的脖子上非常多的切口和刺伤，以至于无法确定他被切割或者刺伤了多少次。伤口十分严重，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裂口。柯林的葬礼于10月28日举行，他所在的小镇有1000多人出席了葬礼。柯林里策遇害时年仅24岁。菲利普被指控1级谋杀、抢劫和2项袭击罪，他被拘留并且不准保释。审判将于2016年11月15日举行。
但在审判开始前，菲利普又卷入了另一起案件。他在拘留所盯着一个29岁的女医生，趁工作人员分神时，他溜进了员工专用浴室，然后袭击了受害者。受害者试图尖叫，但被菲利普勒住了气道。菲利普用拳头击打受害者的头部。这次袭击的动机从未被说明，但根据克林的案件，检察官相信菲利普有谋杀的意图。针对这次袭击，菲利普被指控谋杀未遂。他的辩护律师不否认菲利普杀了科林，相反，他们辩称科林对他做了某件事情，引发了他的精神失常。而另一名学生也作证说，他在黑板上画画时，听到菲利普告诉科林他来自哪里。当科林问他是否怀念田纳西时，菲利普的神情突然改变，并开始用单词回答问题。之后，科林走出了教室，与同事莎拉交谈。几分钟后，莎拉问他是否需要回到学生身边。科林说那个女生只是在黑板上画画，他并不知道菲利普为什么在那里。辩方声称菲利普和他的家人都有精神病史，并要求陪审团以精神错乱为由判他无罪。他们还请了一名精神病专家作证，称菲利普患有抑郁症，并在谋杀时有一个短暂的精神错乱发作。控方也提出了他们的专家证人。菲利普的评估结果表明，他在假装患有精神疾病。虽然他确实表现出压力和情绪混乱，但他没有患上精神病。他们还强调，他戴着手套、滑雪面罩、小刀和一套换洗衣服来学校，说明他精心策划了这场谋杀。审判持续了大约1个月，最终判定菲利普犯有1级谋杀、抢劫和2项中的1项强奸罪。陪审团认为控方没有证明科林在被树枝侵害时还活着，因此宣判菲利普第2项强奸罪不成立。2016年2月26日，菲利普被判处了法律允许的最高刑罚，即青少年监狱终身监禁，但在40年后有可能获得假释。菲利普的第2起案件尚未确定审判日期，因为根据第1起案件的判决，他在50多岁才有资格获得假释。